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迈阿密上海啊。今天再做一个关于那个美国排华的视频啊。昨天做了3期，比较那个详细的说了一下那个美国在那个伟大的川普大统领的那个领导下，对吧？掀起那个一浪接一浪的全面排华的浪潮啊。那个甩锅啊，对吧？就是我昨天第2集还是第几集我说过了，对吧？就像当年那个二战前期那个希特勒，纳粹德国，对吧？他甩锅，他要解决国内矛盾，经济崩溃，那时候经济崩溃怎么办呢？出海口被英国皇家海军那个堵门堵上了，对吧？那个舰队没法出去资源进不来，殖民地被英法那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占满了，没了怎么办？只能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要先把内部清理干净。那么谁最有钱呢？犹太人，对吧？一样的，谁最有钱是犹太人。那谁最可恶呢？反正一般，从古到今吧，都是这样。古今中外那个有钱人吧，都是不招人待见，招人恨，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有钱。那个你几代人有钱，财富积累到非常基本上都是富可敌国，对吧？那不找你找谁呢？对吧？要军费，要给手下人吃饭，要买这个买那个，对吧？那怎么办？就找韭菜哥对吧？所以那个在欧洲大陆的特别是那个德国，当时德国地区的那个比利时不是比利时，那个叫什么奥地利这附近瑞士是那个中立国，反正那个欧洲大陆所有犹太人全倒霉了对吧？全了就是什么没收家产，进集中营，然后大家都知道几百万人就没有了，对吧？然后那个聪明的有远见的就是赶紧离开德国，一部分到了中国上海，对吧？到咱们上海来了。我记得二战期间有将近5万个犹太人逃到上海来，为什么？上海当时是那个是有租界这个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租界。不需要签证到上海来不需要签证，所以一部分美国人一部分那个犹太人，德国犹太人，欧洲犹太人有钱的那个把有价证券买成美国的国债，然后一把火烧了之前把那个美国国债的那个号码背下来那犹太人聪明那智商绝对跟咱们中国人有的一拼。抄下来之后呢然后那个用一大笔钱去贿赂那些党卫军那个抓犹太人那个全是党卫军嘛党卫军军官贿赂之后呢，允许身无分文的离开德国对吧？他们想办法那个买好船票到美国去了。美国登陆时候，当时到美国去也不要签证到那个爱丽丝岛对吧？移民那个没人美洲大陆北美大陆多大就那几个5月8号过去的那些新教徒，还有后来逐步去的那些在欧洲大陆混不下去了，混得很差的人到新大陆去碰运气对吧？然后没多少人，切到就黑人要那个土人那个印第安人全被杀光了对吧？那么犹太人那个包括爱因斯坦那个科学家对吧？有钱人顶级精英分子到美国去了，然后呢一般的没有资源的没人脉的怎么样有一小部分人到了上海，咱们等于是专门在虹口区设立了一个区嘛对吧？庇护他们那上海市民，然后大家都看到有报道还有好像有纪录片经常扔面包扔什么进去。好多犹太人现在在美国的或者以色列的那些老一代犹太人应该是第3代了嘛对吧？那个8、9、10、7、8岁人还能说几句上海话呢对吧？因为那有感情救命之恩对吧？虽然以色列现在跟我们关系不咋地，但不管咱们就是说历史嘛对吧？那么说到希特勒那个搞犹太人为什么招人恨你又有钱，你没有反抗能力，那不搞你搞谁一样。说咱们话归正传说到那个美国那个排华10月11日吧，我记得是我刚那个收到一个消息，就10月1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圣荷西圣荷西对吧？那个湾区有一个那个王朝大酒店，中国人开的那个王朝大酒店的那个下面那个餐厅那么现在呢，美国因为疫情传染非常厉害，
室内一般那个公共聚集区啊、酒吧、餐厅这些东西啊，一般都在外边，都在室外，因为加州阳光也好，气候宜人，现在气候正好，对吧？都在室外就餐。那个外面那个就一个那种大伞啊，下面放桌子，然后都是吃中餐嘛，因为中餐在美国那挺不错，味道也做的还可以，对吧？还有我觉得能接受，也不是很贵，但是东西也做的不错，虽然不怎么正宗吧，反正美国人挺喜欢，我也喜欢。当时我在那个佛罗里达，对吧？那个，然后呢，有一个白人开了一辆那个皮卡，白色的皮卡。啊，哗，就是那个噗，就冲到那个室外的那些就餐的那个华人，全是吃中餐，大部分都华人，叭进去撞伤了8个人啊，到现在还没有死亡的那个报出来，八个受伤，其中有两个还是3个重伤，那个白的皮卡，美国那些白的皮卡很厉害的，就像一辆坦克一样啊，那么。警察接到报警，怎么样？说这个人那个身体不舒服，生病了，那个造成那个是汽车失控，去他妈的骗鬼呢，对吧？反正美国警察反正已经烂大街了，黑大街了，他是白人，是吧？那么我今天做这个视频是什么的时候就那么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对吧？告诉所有的华人，在美国的华人啊，特别是那帮。恨国党、卖国贼、反华反共的那帮包括法轮子那个包括那个反贼还有那个共产党内部的贪官包括蔡霞包括那个郭文贵对吧？郭大总统那郝海东不在对吧？那个什么严文丽伪科学家、伪生物学家。你们都要小心，为什么？你们长了一张中国人的脸、亚洲的脸，你知道不？亚洲脸 Asian。美国白人那些那个红脖子rednecks他们才不管你是亲共，你是反共，你是跪舔美国人跪舔了几十年，包括那个杨建立对吧？入籍被拒了对吧？他才不管，只要你长了一张那个亚洲人的脸，东亚人的脸。你看前2天一个日本的一个钢琴家挺有名的，在美国那个开那个什么演唱会开表演会什么，晚上在地铁站还是哪里被人狠揍了一顿。手上那个多处骨折，特别是手指那个手腕部位你钢琴家就靠这双手吃饭的。据说好像郎朗，中国比较著名的钢琴郎朗一双手保险费哇好贵啊，一年都要100万美元多少？那万一出什么事，那保险公司赔他好多钱，一大笔天价。他就靠这双手吃饭。那帮白左分子对吧？把他废了，等于把他后半生全废了。我告诉你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郑重警告那帮反华分子那个汉奸卖国贼你在美国天天骂共产党骂中国对吧？那个说什么中国人那个低等美国高等优雅 gentleman 绅士你不知道美国人那帮那个 Anglo-Saxon 那帮红脖子那帮精英的玩阴的那帮红脖子就是跟你玩阴的玩粗鲁的，包括那些我昨天说的那些那个 Power Boy 对吧？那个极端民族主义者那些马来西亚那些民兵就。跟当年那个西部美国那个西部那个从东往西那个开发过程一模一样，就一路杀过去全也见人杀人三光房子烧光男人女人全杀光，还去头皮呢。我印象当中好像当初有悬赏100美元，当初美元很值钱的，100美元还是200美元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皮因为你头割下来太贵还烂对吧？臭头皮割下来没事风干就是那个去领赏去领赏，跟咱们那个我记得战国时期还是秦朝军功领赏那个是割耳朵对吧？因为耳朵只有一对割一双耳朵说明割一对耳朵说明你杀了一个人对吧？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川普前天还昨天公开电视讲话对吧？他就公开号召 China virus 那个就是公开号召用那些非常有煽动性的那个语言掀起那个种族的仇恨对吧？他现在这个搞那个黑人
对吧？他黑人，因为黑人美国也有，包括他的反对民主党、反对党，包括其他的 Antifa， 对吧？都有一定的势力，能够保护自己，能够至少不被白人，黑人也有民兵啊，对吧？也有武装啊，那个黑豹队还有其他乱七八糟。前段时间不是那个芝加哥黑人的黑帮，对吧？形成联盟，30几个黑帮形成联盟，带枪上街那个保护民众，对吧？看到警察那个就什么欺负黑人，就立马处决，对吧 ？execution， 我操！那你看白人警察那要收敛多了，就这样，人家这个世界就是丛林法则，对吧？谁的拳头硬，那人家得敬你3分，所以。在美国的华人，我也不说那些，哎呀，你要保护好自己啊，你要那个相信司法，美国司法，美国警察，对吧？美国的警察是保护有钱人的，保护美国精英，保护美国白人的，保护美国 Anglo-Saxon 的那些最顶端的人群的，其他人关他屁事啊，对吧？然后你也别学了韩国，那个98年、90几年洛杉矶暴动，韩国人组团什么在街顶上，那个组成那个打排枪什么没用，韩国人首先他是那个美国的殖民地，对吧？那个美国有驻军，然后他有他的美国有特殊的那些做法也就政治不管。你像前段时间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6月份、7月份有一个华人那个退役的美军退役的华人他在微信里面组织大家武装起来买枪怎么样？立马被 FBI 抓走了，跟你客气啊，铐走啊。不管你什么理由，对吧？你要保护自己，去你妈的！你是那个 Chinese， 对吧？你再拿美国绿卡，你要入美国籍的没用，你就是中国人，他就认你中国人，包括你那帮反贼啊，包括你那帮反华那个甜美分子，你永远在美国人的心里面，你永远是中国人，你比敌人还要低一档啊，你比敌人比黑人还要低等，你知道不？你在那边苟延残喘，然后说不定哪天白色皮卡或黑色皮卡又是撞上你了，对吧？或者那帮那个 Poor Boy 那帮那个 Antifa， 我也搞你啊，对吧？把你说捅几刀，打枪打死，乱枪打死，活该，死了白死，是吧？所以我跟你讲，你就老老实实做个中国人，你的基因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你就是中国人，老老实实做中国人，在国外。要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中国的利益，你知道不管这个政党你不满意没关系，但是你得维护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利益，对吧？你不能数典忘祖啊，民族大义必须要讲啊，你没有民族大义，你就是狗屎不如啊，人人得而诛之，对吧？汉奸卖国贼，对吧？其他没啥了，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是通过这个事件。就是那个以管窥豹吧，对吧？就是充分的用那个事实来证实我昨天3个视频啊，我绝对我也问我美国待好多年，我对那帮人的内心的阴暗的想法我太了解，那帮人的心理阴暗，但是表面装的很 nice， 很 gentleman。虚伪，你知道吧？然后你看那个川普现在就连虚伪都不讲了，就明目张胆的就全世界这样了，对吧？反正他也知道这次有可能大选会输，也当不了几天总统了，反正就挑唆啊，就像英国人当初那个美国人搞他，对吧？2战以后美国人搞他，那个50、60年代世界各地的那个英属殖民地、法属殖民地，纷纷那个独立运动。原来那个联合国原来叫国联，没有那么多国家，现在200多个国家，原来才就100来个国家。后来那个之后多了100多个国家，全是原来的英法殖民地啊，独立了，对吧？但是呢，英国人走之前，你看，包括印度，对吧？他把印度人一分为3，一分为2，对吧？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印度又把巴基斯坦一分为2，变东巴基斯坦就是那个孟加拉啊，对吧？Bangladesh，对吧？反正到处挖坑，埋陷阱，反正我得不到好，我捞不着好，我也不让你捞着好，对吧？包括那个基辛格，前段时间说，美国人不好，全世界都别想过好，我操，什么逻辑啊？去你妈的，对吧？大家千万记住啊，千万记住。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啊，希望大家喜欢的话，点赞订阅啊，我有空再会上视频，谢谢大家。